老爷，你说咱这是何必呢？夫人他们都有马车，咱们为什么非得走着走啊？再说了，夫人他那边咱跟他们一块走还快，这个子枫还有秦朗那都在，还能保护大家的安全。你这个孩子糊涂啊你！多少人盯着咱们？昨天晚上不是冲我来的吗？那咱们就更应该坐马车走了。哎呀，咱们分开走，目标小，夫人他们跟着太麻烦了。总之，进了登州府，咱们就安全了。老爷，为什么咱们进了登州府就安全了？老爷是大官啊，不能在登州出事啊！一出事，皇上就来查呀。富国泰不愿意看见吗？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这个富国泰在登州府肯定有秘密。不光是秘密，我看是根本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老爷猜的。又是猜的？猜什么猜？马上你就看见结果了。哎，媳儿啊，你跟着我也不容易。哎，这次办完了事儿，老爷跟皇上说说，给你弄个当官干干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好啊，老爷太好了，我弄个当官。老爷，你给我弄个别的，弄个好的，我不想当官。那你还能当清官吗？啊？我向老爷学习嘛。大人，刘墉失踪了，我估计他是去登州的路上。这个刘墉真是不死不休啊！若乔明白了。老爷，你别说什么行不行啊？老爷再分你点，来，我拨给你点。来，客官，不用，您的面条，前面有啊。哎呦，几位客官，来3碗面。哎，好嘞，您请。坐，3碗面条。坐。好嘞。今儿啊，这仨人不对，你别看他，哪里不对劲儿了？你看其中2个刚吃完饭，闻见酒味了，嘴没擦，手没洗，他跑到这儿干什么了？那人家在那家没吃饱，换个地方不行吗？你再看其中一个，不说话，乱点头。您看看还需要？为什么？他是外地的，他有口音，他怕人家听出来。也有可能是个哑巴。那另外一个呢？他跟谁都熟，那说明什么？他是本地的。你往前想吧，其中有俩正在别的地方吃饭，来了一个本地的，把他们俩着急忙慌叫到这儿。你看现在还说事吗？泰然自若，他在掩饰什么？或者说，他在糊弄谁？老爷，你这长汉子的瘾又犯了吧你？我犯什么瘾？他妈要糊弄我啊！哎，老爷，你等等我，老爷。各种口味的糕点。你去那边找，你跟着我。今儿啊，看来这个富国泰还真是要去登州啊！老爷，你刚才不就是看出来了吗？看是看出来了，你不得试试真假吗？那咱现在怎么弄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咱爷俩又赌对了。该去哪儿去哪儿，还是奔登州，但是走小道。一群废物！你告诉他，在刘墉进入登州府之前，必须把他解决掉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是大人。还有，万一失手，登州府绝对不能出现惊动朝廷的任何事情。去吧。小的明白了。
你说你这是何苦啊？二姐，你是不是担心老爷？你说老爷这次一声不吭就跑了，连锅都没带。这路上，万一遇到什么危险，二姐你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我相信老爷不会有事儿的。吃。今儿啊，还顶得住吗？没事，老爷，顶得住。你这个孩子呀，走路还不及我呀。老爷，哎，我这不是脚受伤了吗？刘大人，大人，老爷，老爷，夫人，夫人，也没留句话，夫人不会怪我吧？啊？行了，见了面就好，咱们一块儿上登州啊！快，扶着点儿，喜儿啊，都快成瘸子了。怎么了？哎，脚磨了。走，夫人。怎么样，喜儿？没事吧？你也真是，就留一张字条自己就走了。这不是见着了吗？你知道你这一路上我有多担心你吗？在您的治理之下，这登州府的上上下下，可谓是安居乐业，是啊，一片兴旺的气象啊。稍等，哎，师爷，他们跑什么呢？大人稍待。哎，这位小哥，打扰。李管家，知府大人，不必多礼。我问你，你们跑去看什么呢？小人听说驿馆那边出了什么事儿，所以想过去看看。驿馆啊，驿馆能出什么事儿？小人也不清楚啊，哎，只是听说今天呢，咱们登州城的所有大小官员都在那驿馆门口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师爷，哎，走看看去。大人请。各位，知府大人到了。知府大人。这位大人，都不用去衙门理事了吗？知府大人，今日我等乃是岳家。哦，这么多人同时休假，那衙门怎么办？知府大人，岳家不过3日而已，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吗？对呀，就是。若是衙门真有急事，我等自会终止假期前去理事的嘛，对吧？既然是休假，不在家里陪同妻儿，据此作甚？回知府大人的话是这样的，督察院左都御史到咱们登州了，此时正在驿馆内歇息，我等乃是特地前来拜见的。左都御史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听说是今日一早来的呀，卑职一听到这信儿就马上来了。哦，顺嘴就溜达出来了。周大人，好像又碰了一鼻子灰呀。不是，我说周大人，你搞错对象了吧？哎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能谁的马屁都拍，容易拍在马蹄上，踢死你啊！是，左捕头所言极是，左捕头所言极是。哼，让我去拜见他。哼，他到登州并未到我府衙通禀，而是直接住进了驿站，想必是来闲游的吧？凭什么让我去拜见他？叫人把围观的百姓驱散了。这样一个邪佞之徒的趋炎附势、丑态之目，让朝廷脸面何存？是大人。还有，通知吏房，立即发文，取消本月所有官员的假期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哎，
就这么点东西，你们还有没有啊？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，别藏着啊！我的全都放在这儿了。夫人，我没了。夫人，我……行了，算了。不是，哥哥，你看我干嘛呀？我又不戴首饰。你的玉佩呢？哥哥，这玉佩不行啊，这是我。哥哥，这玉佩是皇上御赐的物件，要是弄丢了，有辱圣恩呐。不会丢的，你放心。就算有什么事儿，我替你跟皇上说。放进来。浑身上下就这么一个值钱的东西。这么点东西，凑合凑合用吧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我这个银锁行不行？行，放进来。哎呀，真阔气。那是。各位大人，你们都是前来拜见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的吗？是。刘大人旅途劳顿，尚未休息周全，所以还请大人们一个一个的来。一个一个来，这怎么看呢？这架子有点怎么啊？之所以这么做呢，也是给大家行个方便。哎呀，御史大人如此为下官们着想啊，真的是下官们的荣幸啊！正所谓，这位大人，在下登州同知梁世谦，求见刘大人。梁大人，跟我来。卑职登州同知梁世谦，拜见御史大人。哎呦哎呦，梁大人，请起，请起，请起。卑职多谢御史大人。哎呀，梁大人，不必客气啊。本府这次来呀，并无公务，就是闲游，所以呢，咱们就像个老朋友似的聊聊天就可以了。御史大人抬爱，卑职真是受宠若惊，受宠若惊。没什么抬爱不抬爱的，这都是为了朝廷效力嘛。说不定哪天梁大人升迁了，入京为官，那咱们就同殿成臣了嘛。啊，哎呀，御史大人说笑了，说笑了。哎，这可不是玩笑，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呀？是不是？这都得靠贵人相助。哎呦，这卑职不知道大人正在会客呀，真是太失礼了。子枫啊，咱们此次微服，嗨，咱们这次闲游啊，你也不必那么多礼数啊。哎，好，那多谢大人，卑职就先下去了，卑职告退。哎呦，这，我怎么笨手笨脚的？哎呦，这，卑职该死，大人恕罪。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卑职告退。这个啊，这是御前3品带刀侍卫啊，跟着我出来，一个是保我周全，二一个陪着我家夫人出来买东西来啦。应该是我家夫人买东西的清单吧？是一张啊，卑职没看清楚，还请御史大人过目。啊，果然是份清单。御史大人，卑职府中还有琐碎事要处理，先行告退，改日登门拜访。哎，梁大人忙吧，忙吧，不送不送，啊。
快出来吧！梁大人，怎么样了，梁大人？哎，梁大人，下一个该轮到哪位大人了？下官是登州捕头左御，求见御史大人。你是捕头啊？是。这位大人，跟我来。哈，多谢这位大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先去？是啊。 进来。快！大人，该吃饭了。放那儿吧。大人，您还是先吃饭吧，要不然又凉了。 大人，好，吃饭。哎，吃饭。哎，哎，哦，小姐睡了吗？早就睡了，老爷。小英。 你还是下去休息吧，等一下这里我来收拾就好了。哦，那就有劳师爷了。那奴婢告退。这丫头怎么老是怪怪的？咱们府上就这么一个丫鬟，既要伺候小姐，又要照顾您，您这一熬就是一宿。 饭菜是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，任凭谁都会吃不消的。多谢。走走走。贺侍卫，哎呀，秦捕头，哎呦，秦捕头，你在这儿呢，我找你半天了我。哎呀，哎。 你说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喂什么马呀？人无外财不富贵，马无夜草不肥。这又不是咱自己的马，喂那么肥干嘛？是马就得吃草啊。哎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是找我来的吗？我是找你，我找你有事儿啊。我找你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，哦对，我来找你，主要是想问你几个问题。首先啊，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看不上那个叫左玉的人啊？哪位？
就是今天最后一个拜见大人那个。哦，他啊，因为他是个捕头。哦，不是，这算什么理由啊？同行相亲啊？你还有事吗？还有啊，你说这刘大人让我今天抱着那首饰盒一遍遍的演戏，还把信给那些官员看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考我？不，我真不明白。我来找你主要就是问这个。哦，我不说了吗？马无夜草不肥。哦，青布头高见，我明白了。刘大人是马，正在索贿呢。这是你说的，不是？这怎么是我说的呢？夜草来了。这么晚了还走后门？什么？他们竟连夜向左都御史行贿？是的，大人。不过确切的说，应该是刘墉在索贿。此话怎讲？据说昨日去拜见刘墉的官员，都在他那儿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，寄信之人是隔壁莱州府的一个官员。信的大致内容是，刘墉在途经莱州府时，曾许诺过这个官员升迁，而后不久就得到了兑现，故而致信以示谢意，并且还附带了一箱珠宝。岂有此理！我早听说刘墉这个人，头脑聪明，机智过人，但我没想到，他竟把这个聪明劲儿用到这上面来了，真是无耻至极。是啊，北将，我要亲自见见那封致谢信。是，大人。我说你忙活了一晚上，就只收了3万两银子啊？对呀，都怪刘大人。你说人家送来的，他只收现银，什么珠宝、古董、字画都给人家退了回去，银票他都不要。你不会真以为刘大人是在索贿吧？当然不是了。是这样，你看，咱们留在登州就得办案吧，办案就需要银两，所以啊，这顶多就算是个化缘，不算索贿。大人啊，其实是在试探登州的官场形势，明白了吗？你是说大人是在试谁贪谁不贪？这有什么用啊？用处可大了。那贪的呢，就可以用作办案的引子；不贪的，可以结为同盟。这回我说明白了吧？你是说刘大人想要在登州拉结自己的同盟，一同对抗傅国泰？哎，这还聪明点儿。刘大人这么聪明啊？那以后咱们在登州就不用孤军奋战了。哎，你别删了，这药都煎糊了。哟，你手没事吧？烫着了？没事，没烫着。给我看看。不用了，没事。哦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你来找我了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昨晚有找你吗？没有啊。那我看错人了。骗到你了吧？是我，不然还能有谁啊？哎呀，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，因为我看见上次送你那个玉佩，你没缺给刘大人，那就是舍不得呗。我明白，都这么明显了，我怎么能看不出来呢？我又不傻。木南姑娘，这真有点傻了。这木南姑娘，折腾一宿还不够，一大清早就过来煎药，真想把人憋死在这儿啊！庆哥，刚刚走，我来帮你。别闹了，等会来人我又走不了。这回去还不知道怎么跟府里人交代。交代？跟谁交代？你们府上一共就那么2个办人，交代个屁！
交代。行了，不跟你说。哎呀，玩会儿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今儿晚上，哎，到时候再说。哎，莹儿，快，莹儿，快点，没人了，没人。今儿晚上见。哎呀，知道了，走了，别忘了。原来是刘大管家，小的见过刘大管家。那女的谁？我妈。你妈为什么大白天走后门？离家近呗。你妈为什么那么年轻？嘿嘿，年纪小。多大？23。你呢？32。哦，不对，你妈是来偷东西的。啊！青天大老爷饶命啊！小的冤枉，小的真的冤枉啊！行了，别嚷嚷了，瞎嚷嚷什么呀？这一大清早的，让人怎么吃饭呀？还有你，都说了，咱们这次是出来逛逛，你多管什么闲事儿啊？跟驿馆的主事较什么劲啊？夫人，我是怕他偷咱们东西啊。咱们有什么好偷的吗？怎么没有啊？昨天晚上怎么了？啊？我问你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昨天晚上，我家老爷问你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我昨晚上怎么也没怎么。说实话。我偷了。老爷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小子绝对有事儿。快说，你昨晚上偷什么了？我偷人了。老爷，他说他昨晚上偷人。你偷的什么人？是登州府衙门里的一个丫鬟。登州府衙？是。哎，请转告你家大人，刘大人今日不见客。大人，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今天不见。看来本官是无缘见到那封致谢信了。不过也罢，等着脏了本官的这双眼睛。请转告御史大人，登州府不是什么钱都可以拿走的，要拿走就要付出代价。师爷，咱们走。是，大人。起吧。大人，李元贞打发走了，是走了，但他临走前留了句话，他要查我。您怎么知道的？现在登州府啊，最怕我刘墉的就是他。可他是为数不多的没来贿赂您的人啊。不来行贿就是好人啊！你别忘了，他女儿是暖心阁的花魁，他女婿是朱任。我差点以为啊，他是可以跟咱们结成同盟的人呢。同盟就算了，他当个药引子合适。您是想从他查起？被教。别以为自己是京官，本府就办不了他。王子犯法，尚且与庶民同罪，更何况他一个左都御史。报！启禀大人，说何事？京城来的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刘大人求见。他什么意思？刚才还不见我，现在就追来了？大人，会不会是您临走之前留下的那句话？这么快就认怂了？你告诉他，本府今日不见客。是。轻着点啊，轻着点，注意点啊。李庆，哎，
辛苦刘大管家了。这些人可靠吗？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啊，我压根儿就没让他们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。一定要谨慎。哎，那是。哎，大管家，您放我这儿好好的，干嘛费事搬来搬去呀？你以为我们想折腾啊？这不都是你们这儿的知府不开面吗？我们家老爷都登门拜访了，你猜怎么着？那老小子根本不给我们家老爷见面，直接把我们家老爷给轰出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明摆着要查我们家老爷。哎呦，不奇怪，不奇怪。您不知道，我们这的知府李大人，嘿，李元珍，那老小子那是出了名的轴啊。您不知道，以前吧也有一名外省官员，或者是赋闲游玩，或者是回家省亲，那走我们登州住我们的驿馆，那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儿，对吧？您知道怎么着吗？人家走的时候，李元珍死乞白赖的，非得让人家自己掏吃住的钱。您说这天底下，他这天底下有这么办事的人吗？照你这么说，他算个清官。清官，清不清的我说不好，可我知道一样，登州府大小几百号官员，没有一个看他顺眼的。我看他就是傻。嘿，谁说不是呢？哎，对了，你说这些银子放在哪儿最安全？钱庄啊，那肯定是钱庄了。哎，您只要把这银子兑成了银票，他就是想查，也不好查，您说是不是？啊，有道理。可你们登州府哪个钱庄最可靠啊？当然是日昌钱庄了。哦。梦南姑娘，他怎么样了？我在治疗中，他还是昏迷不醒。我给你看东西。你看，这毒蜂，你从哪儿弄到的？我在济南救他的时候，在他身上发现的。这是王公公独特的杀人手段。这种毒蜂会追随一种特殊的蜜，杀人时，王公公把蜜弹到人的身上，毒蜂就会追随而至，蛰死这个人。我之前就被这种毒蜂蛰过。这种蜂毒会让人产生幻觉，但毒性遇水而起。我当时很幸运，天降大雨救了我一命。你是说，在他身上找到的？对，我也没想到，他居然害了那么多人。哎，梦南姑娘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父亲当年死得很离奇，会不会也跟他有关系呢？我也曾怀疑过他，所以我必须把他救醒，当面问问他。爹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老家去。回老家？真的？咱们都好久没回去了。爹在老家东昌谋了份差事，以后天天陪着你，我们再也不分开，过踏实的生活。太好了，这样啊，就能天天跟您待在一块儿了。爹，你看我这剑法是不是有所进步？还应该多加练习。给我。啊？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过，让你忘记我教你的所有武功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我为什么要忘记武功啊？而且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京城？这些事儿你都没跟我说过，你是不是还有更多事儿瞒着我呀？记住，听爹的话，不然你会引来杀身之祸。
从明天开始跟我去衙门学习仵作技能，做我的助手。仵作，爹。这日昌钱庄虽说是起源于登州，可那是山东目前境内最大的一家银号了。虽说它的银票只在山东境内通用，可是俺们山东人呢，还就认这个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信誉好啊，刘爷，您只要把这银子存人家日昌钱庄，嘿嘿，停！哟呵，刘爷对不住啊，您上座。我上座什么呀？我这屁股还疼着呢。哎呦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刘爷，我陪您走着走。走，来，请。刘爷，请。哎，刘大管家，咱这个为什么3万两银子，咱只存1万两？你是不是傻呀？都存了，花什么呀？那花啥都花2万两啊！2万两很多吗？那2万两，那相当多了。一看你就没见过世面。你想咱们出门在外的不花销啊？吃喝拉撒那不花钱吗？再说了，你跟着忙前忙后的，你1分钱不要啊？还有我的呢！哎，刘爷，我谢谢您，我谢谢您。行了，别谢了。我们家老爷说了，你只要好好干，钱都不是问题。刘爷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您在老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。哎，刘爷，咱到了。日昌钱庄，嘿嘿，刘爷请。真没想到，这个刘墉这么快就把赃银转到了钱庄，并且还是用别人的身份存入的。他可真是个老手啊！大人，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查呀？哼，这有何难？他用谁的身份，我就查谁。立即去找左捕头，命他密捕驿馆主事尹庆，不得有误。大人，这……我差点忘了，他们本是一丘之貉。算了，还是传尹庆直接过来问话吧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既然李若桥是李元珍的女儿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府衙质问呢？哎，李若桥在济南府，李元珍心里清清楚楚的，她可以摘得干净了，问也白搭。那我们还让尹庆去问府里的丫鬟，又有什么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了。李元珍的女婿不是杀了人吗？按律当斩呐，结果被关进了济南府的大牢，你不觉着这有点意思吗？大人，你的意思是李元珍护女心切，徇私枉法，她和傅国泰之间有什么交易？嗨，肯定是啊。凭李元珍在登州府这点人缘，这点事他根本就干不成。当然了，也不排除傅国泰要挟他。李若桥不是在济南吗？英儿，开门。快，这么慢。那个，对不起啊。娘嘞，英儿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大力气了？那个，我找你有正经事儿。啥正经事儿？我们老爷明天要传你进知府问话。嗨，我当什么正经事儿？不就是传个话吗？我怕他不成？你知道老爷为啥要传你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不就是我最近发了笔小财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你真帮那个刘大人贪赃枉法了？英儿，你咋了？没事啊。嘿，你要是没发烧，你怎么说这种胡话了呢？当时是谁让我说君子爱财，取之不管哪条道的？你怎么说出这种话了呢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
啊，我就知道你是关心我，你就是心疼我。来亲一个。哎，你们别动手动脚的。那个，你想好应对的方法了吗？嗨，有什么好应对的？哥现在是有后台的人了，我还怕他个小小知府啊。后台？啊，刘大人啊，你可别小瞧那刘大人，人家那是京官，皇上眼前的人，那比咱们这儿知府大的那不是一点半点啊。那他能真帮你吗？肯定帮啊。为啥？还为啥？他就……嘿，英儿，光你问我了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呗。啥事儿啊？你们家小姐是不是一直在济南呢？没有啊，我们家小姐一直在登州来着。一直在登州？不对呀，我咋不知道呢？你为啥要知道？不是你没跟我说过呀？那你也没问过我呀。哎，是。可是这1年多了，1年多我没见过你们家小姐了，这不正常啊。那是因为